我太累了。主播瘦了，我可没有开瘦脸，没有化妆，头发掉色，有点憔悴，没错，非常憔悴，非常累。今天排练了一整天，排练刚刚 live 有时就是练习练唱嘛，唱的太嗨了。今天唱了我特别喜欢唱的一首歌，这首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这首歌本来不在我们的 set list 里面，就不在我们的就是表演名单里面，但是呢，经过我强行要求、疯狂推荐，还好加进去了。然后今天是第一次练，连续唱了3遍，唱的太嗨了。哑了呀！我唱了那3遍，唱的太用力、太嗨了，以后之后几首歌我都哑的不行。主播怎么掉色了？没办法，洗头就掉色，难道我不洗头1个礼拜啊？几个礼拜啊？过2天还要去补的，没事儿。我脸红为什么？我练的时候我唱的太嗨，唱到后来我唱的我都发烧了，就我已经唱到发烧了，就唱着就我已经不行了，我就坐下来摸自己脸，热的要死。冰全化了，淡死了。哎，但那首歌唱的我太舒服了，唱的我太开心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的天呐，唱就喝醉个头啊，一口酒没喝。哦，我看到评论里面有正确答案。特别有趣。我最近在，就是我们演唱会，我们是有那个邀请券的嘛，就可以邀请我们熟的人来看演唱会。然后我邀请了悦动首尔的 PD 姐姐、曹丽、抓马、国政、来，现在就是还在岗位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朋友嘛，楚原、抓马、国政、来、曹丽、PD， 我给他们拉了一个群，我说你要不要来看我演唱会？他们说好呀，来，一定要来，来，然后 PD 姐姐说，PD 姐姐笑死了，PD 姐姐说，那当然必须得去啊，不去的人我直接强行让他下车。直接把他炒鱿，不去成乐演唱会的人强行把他炒鱿鱼。这个支持的太硬了 ，PD 姐姐。然后他们还说要给我做一个什么横幅，还是什么手幅？我说别了。然后他们说怎么了？我说害羞，我说别这样。然后来就说，他说本来你说不要，那想想算了。但既然你说你要害羞的话，搞得我们更想做了。
说行吧。然后 PD 姐姐还说要做一个，就是大家穿一个就是团 T 恤衫，一起穿一件，就是支持陈乐什么乱七八糟这种 T 恤衫，一起来看我演唱会。我说，团服。网传我们参加奥运会，我也看到了，但我不知道啊，我的行程表里面还没有看到，也有可能没有。但我觉得，就纯猜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知道的话，我要么不说，要么我知道不说，要么我知道跟你们说。如果我说了我不知道，那我就是真的不知道。因为我们前一天我看拍摄时间，我们前一天演唱会，我们第二天不可能再直接去参加奥运会，不累死啊？那估计松찬쇼타로去吗？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是剧透，我猜测，我也是猜测，我也加入你们的猜测，难道是他们俩？我觉得我们应该不会去吧。其实我挺想去的，射箭，就本来新冠爆发之前会拍奥运会，然后那次射箭是我和马尔还有钱诺，然后我们练的时候真的无敌，就卫冕怎么说来着？触手可得。本来又卫冕金牌，但是可惜，可惜因为那个叫什么新冠爆发了，所以那次拍摄也取消了，所以我们就没参加成。金导演吻戏没有看到，我看到 Tvin 他的那个电视剧出来了，但我还没看，我应该也不会看。前两天我碰到他，我说看到你的电视剧出来了，他说啊真的，那你看了？我说没看，他说别看，我说好。有吻戏了跟我说，我去看一下吻戏就行，其他的就不看。在明的好像看了吧，还有床戏，尺度走这么大没关系吗？那必须是支持一下。文俊辉，我知道，文俊辉那个电视剧出了吗？文俊辉的电视剧有点想看，因为他跟我说尺度很高，他有点害羞，所以我一定要看。董思成也有吻戏，现在大家都每天拍吻，大家都拍吻戏了，这么好，我什么时候也去拍一个电视？其实我跟你们讲一个，怎么说呢，就是一个故事，很久以前，是19年还是18年的时候，19年和18年的时候，我差点去拍一个电视剧，我和在明一起拍一个电视剧，差点拍。那时候就已经筹划，而且还见了导演，还看了看简单的那个台本，后来因为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就取消了，就整个剧取消了，所以有点可惜。
本来2020年我就能有荧幕初吻，但那个应该没有吻戏，管他呢。但结果取消了，没办法，以后有机会再说。但是说什么拍吻戏这种，其实都是开玩笑。其实拍戏这个东西，我就很想尝试。其实也不是尝试了，因为我小时候也拍过这种，就是电视剧啊、电影都拍过。但那时候是小孩嘛，你就现在我想就是好好的，就是拍一个电视剧或者电影，好好学习，好好去学习演戏这个东西，好好去表演。就不想说，就是说，因为有一点小名气，或者说有一点人气，邀请我去演。我想是就是我配去演这个戏，如果有人找我演的话，我希望我配演这个戏，我配得上去演戏，因为就是你毕竟演戏，你看电视剧，你让大家如果想让大家喜欢的话，你必须演技必须得好，大家才会去用心去看。你不可以你演的让大家出戏，那多没意思啊，是吧？所以我虽然希望我演戏，但我也希望我有这个实力，我配去演戏，这个很重要。我看到了库里要去北京，那我回不去啊，什么时候可以？库里要是能来韩国就好。头发颜色也没有完全掉光，掉了不少。还我替你去，你替我去，搞得就像我能身临其境一样，一点都不感谢你。你可真好。脸怎么那么红？刚说了，我热，发烧，低烧，不是那种严重的发烧，就比较轻微的那种小发烧而已。不是这种热，我现在不热，有点热，但不是那种。脚伤当然完全好了，不然怎么准备演唱会啊？主播可以 wink 吗？不可以。演唱会会公开腹肌吗？不会。嘴角上火，没错。我不是在打广告，我只是给脸降降温而已。但是要是可以让我有这个打广告的机会，我会非常荣幸，我会非常努力的。还有我现在穿的这双鞋子，
是一双非常好的鞋子，是那个我国非常厉害的一个那个运动品牌，李宁玉帅15泵篮球鞋，第一非常漂亮，第二就是这种鞋子你实战打篮球穿的话，就我不是故意就是想去打广告，而是就是一种怎么说，真的好我才给大家推荐，我又没有广告，我又没有什么，因为真的好是在安利，没错，就实战穿这个真的很舒服。我实战已经穿它打了很多次了，穿这个我从来没有崴过脚，穿这个不容易崴脚，因为它球鞋有防侧翻的能力，有的球鞋好防侧翻，有的球鞋不好防侧翻，但这个就很好防就侧翻防得很好，不容易崴脚。我现在练习都穿这个，色彩非常鲜艳，白色的球鞋，win win。我看过那个，笑死我了。我没有链接啊，我买这个鞋子已经很难搞到了，好不容易搞到了。主播鞋码42.5。主播可以比心吗？可以，但是我不想。主播，我想看大头，在家。梦梦谁脚最小？任俊。脚小应该没有什么自尊心的问题吧？这应该可以说吧。李泰荣想跟我打篮球，我知道。我前两天打完篮球的第二天，我跟那个楚尼我们打比赛，就一大堆人一起打比赛。打完第二天，他问我打不打篮球，我说好呀，我说太好了，我说你什么时候有空，你随时叫我啊，我打篮球，只要叫我必去。他说好，然后就没声音了。打羽毛球我不喜欢，不过我不喜欢打羽毛球。最近还打游戏打呀？最近在明爱上了我，每天叫我打游戏，就陪他打呗。我们的罗老板罗代表，为什么我这么叫他？因为他给我买了一个电脑。我们的罗老板给我买了一个台式的游戏电脑。太好了，因为我本来是笔记本嘛，笔记本游戏电脑就本来一开始还挺好，后来打着打着它又卡又那个，打得我难受，火气大的要死。他就说帮我买。我们的小娜。
问我是不是喝酒，没喝，我在公司怎么喝，但我很想尝试一下上班喝酒是什么感觉。就是任何只要不是触过底线或者触过法律的事情，我们当然不会干。但是就是在底线以内，就底线以内好的坏事儿，每一个坏事都想干一干。边练习边喝酒是什么感觉？我很好奇。还有什么坏事？我们想一想，告诉我还有什么坏事可以干？脱衣服吗？脱衣服练习吗？脱衣服练习，我们经常会脱衣服练习。和成员一起洗澡，我不想要，我不喜欢和任何人一起洗澡，不管是谁，我都不要。3个小时电话那个我真的不理解是什么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为什么会有3个小时电话？我从来没有被打过3个小时电话。打理用，这种就是触过底线了。虽然不犯法，但是打人是不对的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把老板车胎放弃，这太损了。这触犯底，说了触犯底不伤害别人，这个拿过去还要加气，这还要加钱，但这种东西就会有很多的连环反应。但是你在练习的时候喝一点酒，没有什么反应啊，顶多上头练习，我觉得挺好玩的，应该。唉，你们这个提议的都不好玩，就太多无厘头，要么无厘头，要么无趣，要么过分。穿内裤练习有病啊！我们经纪人里面有女的经纪人姐姐，穿内裤练习疯了。他爸来了，我前两天看到他看我那个 QQ 号的那个视频，笑死！收购 SM 没钱啊！我没干过坏事，我很乖的。其实我这个人看上去皮的要死，不听话，爱搞，但是其实我的确爱搞，不听话，很皮，但是不做的事情做了以后伤害到别人，对别人不好的事情，我是绝对不会做的。就我们是有底线的。对，我只是皮，但我真的从来没有干过坏事儿。
我嘴怎么了？上火了？C 罗 vs 梅西，我梅西。开会的时候，什么意思啊？在开会的时候脱鞋，在开会的时候脱鞋，这怎么了？穿拖鞋去开会的话，那肯定会把拖鞋放在地上，双脚盘腿坐在椅子上。我没有脚气，这什么问题啊？爸爸 vs 妈妈，唉，你这问题太老套了，能不能讲点有趣的？爸爸 vs 妈妈，这种我已经回答了多少次了，每次都有点不一样的小变化，不可能每次都给你新的变化、新的有趣的回答。主播能不能给个飞吻？不能。和 Felix 最近有联系吗？没有，他太忙了，人家这么忙，找人家干嘛？能和娜娜直播打 CS 吗？我说了，直播打游戏，这个很危险。为什么危险？请看上次我的直播。马尔可有吃过螺蛳粉吗？没有。主播最喜欢哪首歌？我们组合的歌的话，不行，我想躺着播，坐着播好累啊。可以拍演唱会 vlog，我们演唱会有那个 behind， 有花絮的吧？娜娜打 S 面打得很好，很厉害。旷野的网太狂野了。为啥不上厕所？还想我上厕所？
不要翘二郎腿，你怎么知道我在翘二郎腿？我现在的姿势非常舒服。有没有什么有趣的问题？不然我要困了。我困了会怎么样？关播回家睡觉哦，回家打游戏。有趣的问题的话，说不定就把我搞醒了，给我搞嗨了的话，这个直播间的这个气氛就不一样了。但是现在我有点困了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问题。打任俊 VS 打凯灿，打凯灿。比起任俊，我觉得凯灿更欠打一点。我打得过吗？有趣。爱我吗？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，我怎么爱你呀？当然不爱了。还爱我吗？老友记 VS 哈利波特，那当然老友记了，哈利波特从来没看过。我每天睡前还是看老友记，最近。凯灿撒娇 VS 戴明撒娇，我更喜欢凯灿撒娇。他现在撒娇的频率更多了，凯灿在生活中。他每天跟老师撒娇，跟我们撒娇，跟马尔克撒娇，每个人都撒娇。凯灿现在，而且他撒娇就怎么说呢？大家一开始是烦他，现在大家甚至都觉得有点可爱了，甚至都开始慢慢喜欢上他这样撒娇了。反正我很喜欢看他那样撒娇。还让我示范学一下，我才不学呢！你们到时候自己看真人搞，我搞不出来那个效果。任俊撒娇 vs Mark 撒娇，Mark 撒娇。
考虑留长发，不考虑，不想留长发。主播坤哥连麦，不想，懒得连。寸头也不想剪。可以打电话给成员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，但是打电话给成员，直播就断了。比起直播，我的确更想跟成员打电话。顶楼 VS 老友记，没有一部电视剧在我的内心能超过老友记。我现在看老友记的最后一季的最后一集，我都会很难过，哭不可能，但是心里会很难过，就是舍不得，有一种空虚感。只要老友记看老友记最后一集，所以我每次看最后一集，我都会看完最后一集马上调到第3季、第4季继续重新开始看，是有点受不了老友记里面那个离别的感觉。Rachel vs Monica， 都喜欢，更喜欢 Monica。Phoebe 也好玩，我磕的是 Monica and Chandler。Monica和 Chandler 真的太甜了，然后 Ross and Phoebe 太虐了啊！什么 Ross and Phoebe 我疯了吗 ？Ross and Rachel，Ross and Rachel 太虐了，虐到最后一集终于在一起了，然后好不容易在一起了，又开始搞一句那个叫什么 ？We were on a break， 好不容易重新在一起，又来了一句。还好 Rachel 没因为那个生气，也放下了。我最喜欢的一对就是 Monica Chandler， 他们真的太好，太天生的一对。他们求婚的 Chandler 给 Monica 给 Chandler 求婚的那一段，我看了好几遍。看恐怖片，最近那个不是出来了一个恐怖片吗？我还没看，准备看，但是还没看。听说很恐怖，听说很吓人，很吓人吗？那就有趣啊！我非常喜欢吓人的，一般恐怖片吓不到我，《Conjuring》1、2、3也就那样。为什么别看？奥特曼 VS 名侦探柯南，那当然奥特曼了。名侦探柯南的主线太慢了，而且，主线太慢了。其实一直主线多一点的话，还是很好看的。现在看那个老大也要出来了嘛？看库里打球 VS 啥？和成员看老友记，看库里打球。老友记，只要我想看，我随时都能看。
但库里打球这个是直播，直播跟看重播这个是不一样的。那当然是看库里打球，而且如果能去现场看库里打球的话，我现在每天都会看库里今年的这个集锦，太帅了，天！我刚看到一个韩语的 VS 是啥来着？找不到了，懒得找。机上真的亲过前友的脚吗？这个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上次他们那次喝酒我刚好没在，那天我没去。钟成乐你好，我是文太一，我忘了 Rain Day 怎么唱，你可以唱几句吗？我也不知道 Rain Day 怎么唱啊。我听过他们的歌，因为坤哥给我听过很多次嘛，给我听过那个 demo 最早的版本我都听过，刚做完的版本我也听过，做完的版本也给我听过，所有版本我都听过，但是他们出来了以后，他们的 MV 我还没有看。坤哥知道肯定又要生气了。但我一般新的歌啊，比如新的歌出来 MV 我都不爱看，127的 MV 我也不怎么看，Sticker 还有 Favorite MV 我也没看，我们的 MV 其实我也不看，我只会看2次，都是因为刚拍完了以后出来那里看一下拍的好不好，我不会去欣赏，我不喜欢看 MV 而已。Boss 我也只看了1、2次而已。我就是不爱看 MV，这跟那个个人喜好。考进门，看到一个韩语一大段长文，他说：“你好，我是罗在明，我知道你非常开心，我给你买电脑。如果你现在撒一个娇，我给你买10台电脑，不用，不需要。괜찮아요 It's okay. I'm fine. One is good.”还用韩语，但也是辛苦你了，跑到翻译器写了一大段，然后翻译再粘贴回来，也是辛苦你了，感谢你的努力，但是我不撒娇。看又来了一段，什么时候弹小提琴？我也想弹小提琴，但我现在还没到这水平。Hello Mark,
Hello, I'm Mark. I forgot how to sing sticker. Can you help me remember? Nope. 这也太假了 ，Mark 又不会跟我说英文。 언제 애교를 부릴 수 있습니까? 什么时候可以撒娇 ？Never. 怎么这么多韩语啊？我说出来还要再翻译，不读韩语，你们别给我发韩语。读出来我还要跟你们分享，其实没关系，但是我还要翻译，都要读，累，我好累。有凯灿一样的儿子，有 Mark 一样的爸爸。Mark 一样的爸爸我不喜欢，凯灿一样的儿子还不错。不听话打！来这里，阴影。每次我妈跟我就是告状，说我爸欺负她，我说你揍他呀。但是我打不过，我说我回来帮你揍，但是不能这样，只是开玩笑。所有的小朋友听好了，打爸爸妈妈是最大的大忌，我跟你讲。我说也是开玩笑，请你我奉劝你注意自己的爸爸妈妈、自己的家人，绝对不能动手。我这么说只是开玩笑，我们家的氛围允许我这么做，但是我绝对不会这么做，这是区别，知道吗？话要说清楚。主播被打过吗？你看我这副样子，像是没挨过揍的人吗？有一个韩文也太那个了，一看就是从翻译器翻过来的。你发了我也不读了。今天为什么只直播了49分钟，我就已经这么疲惫不堪？主播打马克，我可不揍我的 Mark， 我对他可好了。我昨天还给他做饭，昨天练习到11点，然后回来12点到我家。我们的小宝贝儿子饿了，那我就给他做了一顿饭，一起吃，吃到1点还是2点，然后他回去。而且我还没让他洗碗。太感动了，我已经被自己感动到了。我对他怎么这么好？
你看到我的双下巴，我都没看到我的双下巴，这不算双下巴。你看，你从正面看，你看不出凸出来的东西，这就不算双下巴。是人你这样搞，它当然这里会接起来一点了。你是人你这样搞，你这里都还是凹进去的，怎么可能？我是不是磨皮了？没错，我皮肤最近不太好。磨皮还不行，我没有瘦脸，没有大眼，只是磨了一点点皮而已啊。要求这么高啊？干嘛我还要纯脸来直播啊？纯脸来直播，一半人走了，这人皮肤太烂了，不想看。哎，我开一下瘦脸试试看，会是什么样？哎，瘦脸开到最大，我的妈呀！这也太那个了吧！大眼，开大眼，哎，大眼感觉好好玩。那这个好像没有太大区别，还是原来的我最好，不要有改变。但是我很想割双眼皮，但感觉会，我很想去割个双眼皮出来。我的鼻子需要电吗？我想尝试一下，我想什么都尝试一下，削个骨。我为什么我之前在看那个今日头条的时候，看到人家削骨是那个手术是怎么做的？我天呐，太吓人了吧！我建议各位不要去做，就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脸的，就是想干嘛是每个人的自由，但我建议不要做，这看上去太可怕了。这种大的我不想做，小小的做，感觉还是会有点有趣。别折腾是吧？那我现在的确也没有对自己不满意，所以还好。的确不动好，我也觉得应该不动比较好，自然最好，没错。打瘦脸针呢？打瘦脸针应该没有什么那个吧？打瘦脸针应该不算整容吧？整容会改运啊！我不知道玻尿酸是干嘛用的，玻尿酸是什么？谁给我科普一下玻尿酸是什么？我不打，我就问一下，自己百度。哇，你们怎么跟我一样？自己百度，你们怎么跟我一样？这语气，我感觉我被一个忠诚的喷了一脸。
你可不可以帮俺这100多？饭随爱豆，你们别随我。当然，好的地方可以随一随，坏的地方就不要随我了。反噬了，反噬了。主播洗头了吗？你看我头发这么直，这么漂亮，像洗头的样子吗？像洗头了的样子吗？会打耳洞吗？不想，我不适合这种。可以将玻尿酸以填充物的方式注入于真皮褶皱、凹陷或欲分润的部位，如嘴唇、脸颊、鼻梁、下巴、疤痕等处，可达到立即性的除皱与改变容貌的效果。胶原蛋白就有如钢架，而玻尿酸就有如钢筋架好之后灌入的水泥，利用玻尿酸的膨胀效果，让架好的钢架不会垮下去。优点：去除皱纹，透明质酸美。玻尿酸又叫透明质酸，是一种酸性粘多糖。玻尿酸具有皮肤保湿、营养、抗衰老等特殊功能。在医美中，玻尿酸被作为组织填充剂注射在人体面。不科普一下，学习一下也不行啊？那有什么坏处呢？我会被禁播的，读这个会禁播吗？这个是不对的吗？不打，为什么要打的？主播没有脖子，我脖子有啊，还没脖子，我脖子可长了，我脖子超长，要不给你表演一下我多长我的脖子？你看我脖子超长，对，人家学名天鹅脖，啊，天鹅颈。自己化妆 vs 给成员化，我给 Mark 做过头发，你知道吗？头有点大，为什么我头有点大？的确头有点大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截图，那个截图里面我的肩特别宽，这个每次它这角度不一样，就表现出来的就不一样。而且我头大的话，肩要更宽才能显得这个比例好。其实我的肩特别宽，但是我头也大，所以显得肩没有那么宽。头小的人肩只要一点点宽就会显得特别宽。所以这种就是天赋不够，我们得用努力来凑。
5岁凯灿 VS 5个凯灿，5岁的凯灿，他可是要叫我哥的，他敢这样皮吗？哼！主播现在多高？穿鞋177.8吗？还是6啊？忘了。今天刚测的。可以打主播吗？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很好，你打打看啊，你可以尝试，任何事情都可以去尝试，但是我不保证主播会不会打你，如果你打主播的话。主播太欠揍了怎么办？那我今天没有很欠揍吧？我今天还挺收敛的呀。我觉得我今天挺乖的呀，为什么觉得我今天欠揍？这搞得我很委屈。我今天倒没有很欠揍，我记得。对，我今天这么和蔼，这么合群，这么乖巧，一点都没有欠揍。你说欠揍，想打主播，下线，不播了。想打主播，不播了。说到这个，有人说拜拜，有人说别走，让我想到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。我们不是我们拍，我们练习的时候，就一直互相玩啊、开玩笑啊啥的嘛。就我们的成员经常会想搞一搞经纪人哥或者经纪人姐姐，然后每次就经纪人哥哥、经纪人姐姐谁说了一个什么话，就根本不是什么东西，就凯灿他就装伤心、装受伤，他说我走了，我不练了，我回家，就开玩笑嘛。然后以前经纪人哥哥姐姐都是别嘛，回来。别嘛，别走，现在习惯了，他走了，没人理他，我们继续练我们的，经纪人继续玩他的电脑做事儿，然后他自己走出去了以后，然后 Mark 就说凯灿现在肯定在想怎么还没有人来挽回我，然后果然过了10分钟，自己悄悄走回来了，笑死了，这一开始这样，经纪人一直要挽回他，那不是正中靶心吗？我就跟经纪人说，你不要挽回，他自己会回来的，你就不用管他就可以，他又不会真的走。然后果然真的就回来了。主播我困了怎么办？睡觉啊，还怎么办？主播很令人上头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会令人上头呢？
搞成员 vs 搞经纪人，这就比较难了。这就比较难。今天我也搞了经纪人来着，怎么搞的来着？我忘了。啊，算了，这个不说，这个保密。主播是中国人吗？我现在在说什么？我在说中国话。我是中国人，土生土长，100%中国，100%中国产，中国生，100%中国血，100%中国籍。什么？对了，乐乐什么时候考出来的？一直好奇来着。什么时候考出来的？代写作业吗？你做个作业还要代写？为什么有作业？让你写作业，老师的工资会增高吗？让你写作业对老师有什么好处？没有好处，只会让他要批改的作业更多。那为什么让你写作业？那就是为了让你吸收知识，让你有进步，让你有提高，才让你写作业。你还让别人代写作业，找骂，没有说找抽。我今天善良一点。给你写作业是为了你好，让你写作业。你写作业，老师还帮你批，多麻烦，跟你写作业一样麻烦。老师还要批这么多人呢，你只要写一份，老师要批20几份，一般的人呢。你怎么倒不想老师嫌不嫌烦？老师找个人代批，你找代写，老师找个人代批。有老师找代批的吗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要找代写的？写作业还找代写，现在这个考试也是，考得好不是为了自己的爸爸妈妈，也不是为了自己的老师，为了你自己以后有一个好的人生道路可以走，所以大家才希望你考得好，老师让你考得好，你爸妈让你考得好。哎呀呀呀！上学这个东西啊，一定要那个。我前2天告诉你们个挺好玩的故事。我前2天一个人在汉江边打篮球，打着打着，突然有一个学生走过来。因为他没有球，他想打篮球，我有球，我在那投篮嘛。然后他就问我，他说能不能一起打？我说没问题啊，一起打，一起来，一起玩。然后打了一会儿，他说你是什么？你是有那是什么？你是艺人吗？我说怎么说呢？我不想骗他，我不想敷衍过去。我说我不是艺人，但这么明显我就说算是吧。
他说你是艺人吗？我说哦算是吧。然后他说哇，他说，然后他说那个笑死我了，他说혹시 태용 成功了成功了。我说对不起，我没长得这么帅。他说你是泰容吗？因为我们都戴口罩，都看不清脸嘛。他说你是泰容吗？我说我不是，我说那我跟他是一个队的。他说啊真的，那个人，但是他说真的，我说对啊，我说我是 Dream 的。他说哇 Dream，他特别喜欢 Hot Sauce，他说他特别喜欢 Hot Sauce，特别喜欢喂这首歌 Mud。我说啊真的，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。然后后来我们一起打篮球，他是一个高3好像，他要考试了听说。打了一会儿1v1，打了一会儿篮球，然后后来我跟他说，我说是不是很累啊上学？他说是呀，然后说就是肯定累，但还是要就是尽可能的去享受这段时光，因为进入社会了以后，开始工作了以后，会非常怀念以前上学的时光，而且也回不去了，所以尽量去享受这段时光吧。然后我们就分开了。打了一会儿篮球，我们就分开了。但我感觉好，就这样的学生，感觉好正能量，好青春向上的感觉。虽然我年纪也没有多大，我也才21岁，但是就是他现在身上的那股能量，跟我的能量已经不一样了，真的好，就是好青春向上的感觉。虽然我也正青春，我也年轻，我也非常青春，但是总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。但这个他是篮球社的，他一直夸我打篮球好好，我喜欢他。他夸我打得好，他说他篮球是因为我打的，他是专门学篮球的嘛，在学校，那肯定他就是比较半专业，但是我跟他差不多五五开，我还是有点水平的。他一直夸我打的，他说你怎么这么厉害？没有，一直跳舞，体力可能还可以。说你怎么这么厉害？没有，今天运气比较好，今天手感比较好。当然要谦虚啊，但是这是真心的，只是现在说出来，用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跟大家说一说，但是那时候是真心的，不是装谦虚，我不喜欢装，这个东西。高3很累，肯定都累，没有一个，不管是上学学生还是上班还是做任何，没有一个是不累的，所以都要互相尊重、互相理解，不要觉得就是你肯定没我，你肯定没我累，你肯定比我轻松，不要有这样的想法。别人的累你都是看不出来的，他不可能把他的累一个一个都要给你看。
你不要想当然的觉得它比你轻松。我们的罗代表，我们的小娜又找我打游戏了，那是时候回家上线。CSGO 啊，肖俊来了，真的吗？肖俊刚来我就下播吗？太好了。肖德俊，前两天我跟那个群里打篮球，肖德俊也一起去了吗？啊，假的啊！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整天骗我，没一个可靠。罗代表就是给他的昵称啊，他罗在明，罗代表给我买了个电脑，那就是老板了。罗代表。但的确，刚刚聊到的话题让我稍微清醒了一点，没有刚刚开始这么累了，所以我本来可以再播一会儿，但是刚刚前一秒我想了一下，我又想上厕所，所以差不多该再见了。反正这个月还剩一次直播嘛，但我觉得这样挺有趣的，挺好玩的，真的挺好玩的，真的嘚不嘚，挺舒服，挺有趣的还是。因为像我这种话多的人，有一个地方给我说话，想说什么说什么，非常的舒畅，非常的自然，非常感觉来到了自己的主场的感觉。不错，我们下次再见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今天的观看。主播下次再来。有没有什么那种专业的主播？有没有什么开场白或者结尾的那种固定的那种就是台词啊？你倒是走啊！还有人赶我走，这个让我很不爽，很不爽。怎么这么着？怎么一个个都这么着急走？这么着急，拜拜再见。这么想走吗？这么不想看了吗？嗯，很不爽。你们还有下一场？什么叫下一场？赶下一场？什么下一场直播？谁的直播？不许赶，给我待在这儿，我不下了。还赶下一场？不许赶，给我继续待在这儿。还有下一场？看了这个直播还要看别的直播？不行，不许走。我要看物料，看什么物料？这个就是物料，还看物料，这个就是物料，而且还是现场直播，那个随时都可以看。现场直播跟这种录播是没有区的。原来你们难道是在激将法我吗？我又被你们骗了是吗？
还敢下一城，一堆骗子，我走了。